在歐洲大陸，沒有哪個國家比法國更執着自研武器。但就在2016年，他們卻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，徹底淘汰服役40年、曾經讓法國人引以為傲的法馬斯，轉而選擇了一把德國設計、留着美國血統的步槍。而更讓人意外的是，這個決定讓法國軍方吵了近10年。曾經連子彈都要自己造的法國，為何甘願拋棄100年軍功傲骨，全軍換裝德國步槍？高盧雄雞的自研執念又是如何一步步被現實磨平，甚至到了需要從某東方大國進口鋼殼彈藥的地步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把改變了法國自研神話的步槍 HK416。要解開這些問題，我們就必須從美軍的 M4 卡賓槍說起。M4 卡賓槍是美軍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制式步槍，輕便模塊化，一度是西方步槍的標杆。但是嚴苛的實戰環境才是檢驗一把槍真實實力的根本。M4 放到阿富汗的風沙、伊拉克的高溫環境裡，各種缺點全都暴露了出來。它最大的硬傷就是導氣系統，火藥燃燒的燃氣會直接衝進槍機，每開一槍都會留下大量碳化殘渣，打得越多，槍機組件積碳就越嚴重，故障和卡殼自然就越頻繁。2007年，美軍曾在沙塵環境下對多種步槍進行可靠性測試，包括 M4A1、HK416、SCAR 等型號，在沙塵環境下各打6000發，看誰先趴窩。結果出來 ，M4 以882次卡殼的成績，穩穩拿下了故障率第1。這個數字在軍迷圈裡流傳了很久，但其實早在這次測試之前的很多年前，美軍裡有一批人就已經忍不下去了，他們就是低調神秘的三角洲部隊。三角洲部隊是美國陸軍最頂級的特種作戰單位之一，行事高度保密，從不對外公開身份，但全世界都知道它的存在。這支部隊裡有一個叫 Larry Vickers 的士官長負責武器研發，他的工作就是找到 M4 的問題，然後想辦法解決。找來找去，他盯上了德國 HK 公司。為什麼是 HK？ 就在這之前 ，HK 就交出過一份經驗答卷。當年英軍制式步槍 SA80 設計缺陷一大堆，部署到阿富汗前線後，問題徹底爆發，卡殼、易故障、不耐沙塵，槽點滿滿。被英軍士兵嘲諷為女王的燒火棍，口碑徹底跌到谷底。也正是 HK 改造後，硬生生把这把人人嫌棄的爛槍打磨成了穩定可靠的制式武器。Vickers 認為，既然能把別人的爛槍修好，那應該也能解決 M4 的問題。2001年 HK 的銷售負責人 Jim Schatz 來三角洲部隊拜訪， Vickers 跟他提了這個想法，兩人一拍即合。條件也很簡單， HK 自負盈虧，三角洲提供軍規 M4 公測試，美國政府不出錢不承諾採購，可以隨時終止合作。換句話說， HK 是在用自己的資金賭一個完全不確定的未來。HK 的工程師拿到 M4 之後，第一件事是給他拍慢動作視頻，一幀一幀地分析射擊循環，找問題在哪。結論很快就出來了，直接導氣系統才是硬傷，要解決就得換掉它。HK 的方案是把導氣系統改成短行程活塞式，這套系統他們在自家的 G36 步槍上已經用熟了。火藥氣體推動一個活塞，活塞再推動槍機，氣體本身不進入槍機區域。這樣一來，槍機積碳問題解決了，卡殼率大幅下降，在高溫、泥水、沙塵裡的可靠性也跟着上來了。解決了導氣結構， HK 又在細節配件上做了全面升級。首先換掉了 M4 原廠的鋁制彈匣，鋁彈匣看着輕便，但不經磕碰，稍微撞幾下就容易變形。一旦變形，供彈就容易出問題，故障自然跟着來。所以 HK 乾脆換成鋼制彈匣，結實抗造，怎麼磕碰都不容易變形。不光彈匣升級，槍管也重新優化，用上了精段重型槍管，打得更準，使用壽命也更長。改完之後，这把槍有了一個新名字 HK M4。對，你沒聽錯，就是叫 HK M4。HK 的算盤打得很響，蹭 M4 的知名度，讓人一眼就知道這是 M4 的升級版。但問題來了， M4 這個名字的商標專利牢牢握在科爾特手裡，科爾特當然不能忍，當即一紙訴狀把 HK 告上了法庭，還順勢要求對方公開 HK M4 以及 XM8 項目的全部技術資料。不得已 HK 只能改名，新名字叫 HK416。據說這個名字是 M4 和 M16 的組合，但 HK 官方從沒正式確認過，算是一個有趣的未解之謎。不管怎麼說，名字改了，但是槍沒變。
2004年，三角洲部隊正式用 HK-416替换了手中的 M4， 成为第一支成建制装备 HK-416 的美軍單位。一把德國槍在美國最頂級的特種部隊裡，把美國的制式步槍踢出了局。這個消息當時沒有公開，但在軍事圈裡已經人盡皆知。法國有着悠久的軍工傳統，戴高樂主義的核心之一就是戰略自主，核武器自己造，戰鬥機自己造，步槍當然也自己造。1979年，法國軍隊列裝了法馬斯突擊步槍，無托結構，法國自主研發，在當時算是頗為先進的設計。法國人對這把槍非常有感情，它不只是一件武器，某種意義上也是法國獨立自主精神的象徵。但感情解決不了實際問題。法馬斯的設計到了21世紀初已經明顯老化，彈匣兼容性差，瞄準基線短，結構複雜，維護麻煩。更尷尬的是，法馬斯這把槍從設計之初就給法軍挖了2個深不見底的坑。第一個坑，早期法馬斯的膛線殘具是為舊式鉛芯彈設計的，根本打不準北約主流的 SS-109 鋼芯彈。這意味着法軍雖然名在北約，卻在彈藥精度上自絕於體系。而第二個坑更致命，在抽殼機構上，它的槓桿延遲系統極其暴力，只能用堅硬的鋼殼彈。如果用北約通用的黃銅殼彈，法馬斯就會頻繁表演斷殼卡死的絕活。隨着1999年法國勒芒彈藥廠關閉，他們絕望地發現，市場上竟然買不到能讓自家步槍精準附近的原廠彈了，甚至一度向某東方大國採購鋼殼彈藥。這已經不是和北約同步不同步的問題，而是法蘭西的工業體系在標準博弈中徹底掉隊了。這還不是最糟糕的。2002年，法國唯一能生產突擊步槍的工廠聖艾蒂安兵工廠悄悄關門了。這意味着法國已經失去了自主生產制式步槍的工業能力。一個以軍工自主的國家，造槍的能力就這麼在不知不覺間丟掉了。2014年，法國發布招標，要給軍隊找一把新槍。招標書上有一條門檻，參與競標的公司年營業額必須達到8000萬歐元以上。這條規定把所有法國本土企業全部擋在了門外。不是法國人不想用自己的槍，是根本沒有法國公司具備這個資格。參與競標的是比利時的 FN、意大利的博萊塔、瑞士的西格，還有德國的 HK。最後勝出的當然是毫無懸念的 HK-416。2016年10月，法國正式宣布採購 HK-416F 作為新一代制式步槍。2017年開始交付，首批102000把。消息一出，法國國內吵開了。不是吵槍好不好用，是吵憑什麼買德國槍。有議員在議會提問，有媒體寫文章，有人翻出戴高樂的語錄，質問政府為什麼放棄軍工自主。但質問歸質問，槍還是買了，因為不買就沒槍用。有一個細節很耐人尋味。法國宣布採購 HK-416 突擊步槍沒多久，德國聯邦國防軍也啟動了換槍程序，最終同樣選擇了 HK-416 系列。曾經堅持武器自主的法國，最終和德國一起用上了同一把制式步槍。法國人爭吵的背後，其實是一個很多國家都在面對的問題：軍工自主能維持多久？冷戰結束之後，歐洲各國的國防工業普遍萎縮。維持一條完整的武器生產線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，需要穩定的訂單，需要幾十年的技術積累。一旦斷掉，就很難再續上。法國的聖艾蒂安兵工廠造槍造了幾百年，最後只能悄悄關門。戴高樂的那套邏輯，自己的武器體系要完全獨立於美國和北約，可在現實面前，慢慢變成了一句越來越難兌現的承諾。法國用 HK-416，既是一個無奈的選擇，也是一個務實的選擇。